嗨，欢迎来到捷克 Go Hiking。这次行程不同于以往的登山取向，接下来一系列影片将带你一窥四国遍路的面貌。Enjoy！什么是四国遍路？它是串联日本四国德岛、高知、爱媛、香川县约1142公里的环状朝圣路线。早年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弘法大师曾于四国各地徒步苦修，后来许多修行者追随他的脚步，开始走上这条道路。其中路途上的88所佛寺成为当今遍路者的朝圣之地。不论你来自哪里，信仰为何，都可以踏上这条遍路。对于热爱徒步的人来说，这不仅是一趟宗教巡礼，更是一场结合历史、自然以及体能考验的长距离健行。路上指标偶尔会看到“同行2人”这4个字，蕴含着无论走得多累多孤单，大师的精神都会同行相伴之意。四国遍路横跨了4个县，一般划分为4个道场，象征着徒步过程中4个阶段的心境转变，分别是发心的道场，代表起心动念与下定决心行动；修行的道场，便是遍路中最长的路段，考验自我心智；菩提的道场，经过考验后，心境沉静下来，学会放下多余的烦恼；最后是涅槃的道场，超越所有烦恼，达到解脱的境界。现今并没有规定只能徒步遍路，可以利用各式交通工具接驳，重点在于遍路过程中自身的体认。由于第一次走遍路，我们以德岛段作为开端，行程安排前半段主要为徒步，中后段为徒步、公车、火车交错。因为时间有限，全段四国遍路要拆成好几次来走了。在开始遍路之前，我们到门前一番街购买遍路用品。这里有多种纳金杖及玉引杖可以选择，对于有选择障碍的我，真是难以果断下手。至于遍路者的装备有哪些呢？分别有坚力、金刚杖、轮袈裟、白衣、吉泽、念珠、头陀带。考量实用性及携带方便性，最后选择购买吉泽与头陀带来使用。接着一定要介绍纳札，它相当于是遍路者的名片。在纳札上写下姓名、地址、朝圣日及愿望后，投入每座参拜佛寺中本堂与大师堂的纳札箱内，像是跟神明及弘法大师报道的概念。另外还有购入蜡烛、线香、打火机，就不逐一说明啦。第一番札所034，在此开启四国遍路的第一站。
进山门后，可以看到旁边有一尊结缘观音，据说能祈求工作、健康与人际关系的良缘。在守水社洗手、漱口，象征清洁了身体的外部及内部。接着在参拜前敲一次钟，借由钟声祈求消除烦恼，同时也宣告开始参拜。不过要注意，有些佛寺没有开放敲钟哦。在本堂与大师堂的正门两侧有纳杂箱，放入一张填写完的纳杂进去即可。注意不要投错，免得误放到了写经奉纳箱里面，那是信徒抄写经文后奉献给神明的。点蜡烛、献香，依序完成本堂与大师堂的参拜。刚开始第一番参拜，有些手忙脚乱，频频偷瞄其他人是怎么参拜的。本身虽不是佛教徒，不过一踏进山门之后，就能明显感受到庄重的氛围。在参拜的当下，虔诚的祈求一切平安。参拜后到纳经所书写朱印，看着毛笔的笔尖在纸上飞舞。当双手碰触到四方人员递交给我的朱印章，莫名有种踏实感。我们往第二番迈进，在便路上很常看到便路小人的指标，第一、二番之间相距 1.5 公里，很快就走到了。第二番闸所极乐寺。先看平面图，抓个大概方向。极乐寺内有一棵树龄超过1200年的杉木，相传是弘法大师所种植。据说触摸此树可治病，延年益寿。佛脚石，据说释迦牟尼佛在传授佛法讲经时留下了脚印。到本堂前要走一段石梯，参拜方式同第一番，投入纳杂，点蜡烛，接着献香、投赛钱，最后合掌祈求。安产大师，相传大师在此地为一位难产的妇人加持祈福，最后顺利生产而得名。这边做个提醒，不可在参拜后敲钟，回头钟被认为会招来厄运。参拜之时不忘注意这些忌讳哦。完成第二番参拜，继续往第三方前进。目前气温虽然在10度以下，不过因为湿度偏干，加上阳光照射，目前我穿一件短袖，外加中层外套，觉得已经足够保暖了。第三番闸所金泉寺，院内有黄金之井以及变磬的历史等特点。黄金之井，相传弘法大师到此地巡习时，为村民挖了这口井以解干旱之苦。传说从井口上方俯视，如果有看到自己的倒影，代表会长寿。大家不妨以趣谈的角度来看看。变磬之历史，据传五藏坊变磬跟随元义经到此停留，以祈求保佑战事胜利。当时变磬曾举起这颗石头而得名。完成第三番参拜，接着要走约5公里才会到第四番。路途中除了遍路小人的贴纸之外，
偶尔会出现像这种颇有年代感的指引石碑，对我而言是遍路中的小惊喜。往第四番的路途中，遇到2位遍路者，こんにちは。看到一同在行走的遍路者，有种亲切的感觉。第四番闸所大日寺，经过一番奔波，总算是来到本日最后一番闸所。大日寺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大钟与山门结合，大钟是在2018年改建时移到山门上方的。参拜当下，我并没有注意到。是参拜结束后出了山门，才发现原来大钟在正上方。另外，大日寺特别之处还有，本堂与大师堂间有回廊相连，沿着回廊走有33尊木造观音像，分别以西国33观音寺来命名。参拜完后到纳经所纳经，我拿出2本纳经藏给四方人员。其中一本是替不克前来的友人帮忙纳经的。此时，四方人员给了我不同于三番闸所的反应。他对着我说了一段话，当下我的直觉是不是不能帮别人参拜纳经？说真的，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。好在有人听懂了四方人员的意思，他要我再进行2次参拜。为什么是2次呢？其中1次是帮友人参拜，至于第2次，则是跟同行2人有关。当遍路者身穿白衣进行巡礼参拜时，象征上是弘法大师跟着遍路者一同巡礼，所以第2次是补替弘法大师陪同参拜之意。哇！我听完这个解释，整个起鸡皮疙瘩。当我进行另外2次的参拜过程，回廊间被我踩踏过的木板所发出的声响，如大钟共鸣般在耳边回荡着。此刻不同信仰之间的界限，好像消失了。纳经完后，一位说着流利英文的男子和我们搭话，竟然是大日寺的住持。他向我们解释，原本大日寺是本人参拜完才提供纳经，后来考量遍路者可能是远从其他地方过去的，但又希望能维持一定的参拜原则，因此衍生出折中的代参方式。另外，住持也提醒我们，每个闸所都有各自的规定，例如第12番烧山寺不接受代参写注印。我想会这样规定的背后含义，是不希望遍路变成流于形式在收集注印吧。发生这一段小插曲，让我对于遍路巡礼更加敬重。看似外在苦行的遍路体验，实则为心灵上的充电之旅。最终我们步行到第5番附近住宿。本日行走距离13公里，住宿点森本屋。遍路巡礼进入第2天，怎么已经走到面无表情？难道是外表严肃，内心轻松？啊，不重要，反正有猫就好。随着遍路到每番闸所参拜，内心杂念逐渐消失。或许是老天眷顾，我们幸运地被接待载了一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下集遍路的重量，一起踏上遍路之旅吧。遍路234，纳经，原始信徒亲笔抄写经文后，供奉给寺院，后来简化为遍路者完成参拜后，由四方在纳经藏盖下玉珠印，以墨书作为参拜证明。玉印
指的是印有本尊佛像的纸片，可视为神佛的化身或护身符。纳金时，四方会提供黑白玉影，彩色玉影则需自费购买。除了纳金章之外，也可以选择挂轴或白衣来进行纳金。玉珠印，右侧写着“奉纳”2个字，中间有代表本尊的梵文以及本尊名，左侧写着寺院名。纳札有多种颜色，分别为白、绿、红、银、金彩色锦缎，代表着完成4果遍路朝圣的次数。看到彩色纳札，要恭敬的敬礼了。完成100次以上的遍路，这种精神超级令人敬佩。以上就是这集的遍路2、3、4。对于影片内容有任何建议或是心得，欢迎留言分享哦。捷克 Go Hiking 4国遍路德岛篇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